下留人！大将军，您怎么？此女本将带走了，边关缺人，让她戴罪立功。大将军，此女是朝廷侵犯，杀女重罪，已经定了斩刑，您无权干涉。朝廷侵犯，他的案卷我昨夜已经看过。一个顶替当朝重臣嫡女之名的假千金，本就是有罪之身。苏府门风竟是如此，如今还要斩杀亲骨肉，是觉得大梁律法无眼吗？你就是苏婉？是。听说整个苏府都没人能拿下你，那是他们太弱。胆子不小，有魄力，敢打架，敢杀人，在刑场上还笑得出来。我什么都没做错，为什么要怕？跟我走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用这条命活出可人样来。人我带走了，有什么问题让刑部的人来找我。父亲，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就是给你送终的时候。走。我什么都没做错，为什么要怕？跟我走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用这条命活出可人样来。人我带走了，有什么问题让刑部的人来找我。父亲，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就是给你送终的时候。走。马骑的不错，谁教你的？在庄子上偷学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？因为我还有用。你倒是直白。在聪明人面前说假话，是最愚蠢的事。好，那我直说了，边关缺人，缺能种地的人，也缺能打仗的人。本将听说你在庄子上种出来的庄稼比寻常农家多出30%收成，不止30%，如果我全力来做，50%都有可能。你还会什么？会杀人，也会救人。军中不收无用之人。我给你100个老弱残兵，30亩荒地，3个月时间。3个月后，你若能让他们吃饱饭，能打仗，我就正式收你入军。如若不能，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，是生是死，与我无关。好。你不问问，如果失败了会怎样？我不会失败。到了，这就是你未来3个月的地方。北境第17哨所。比我想象的还差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我可以给你换个轻视的差事，比如去伙房记账。不必，就这儿。赵勇，把人都叫过来。从今天起，这位苏婉苏校尉就是你们的直属统领，他的话就是军令。不服的，现在可以站出来。女的来咱们这破地方当统领，怕不是京城哪个贵女来镀金的吧？看她那细皮嫩肉的，能扛得住1天就不错了。你们觉得我是来镀金的，觉得我在这里待不过3天。那我问你们，你们在这个哨所待了多久？立过什么功？吃饱过几顿饱饭？3个月后，我会让这块荒地长出粮食，会让你们每个人都能吃饱饭，穿上完整的军装，拿着不锈的兵器。到那时候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用正眼看我。有点意思。pH 值偏碱，缺氮少磷，表层土流失严重。不过好在不是盐碱地，还有救。肥料问题可以用绿肥和沤肥解决。水源嘛，那边山坡有植被，地下水位应该不深。打口井，再修一条云水渠。兄弟们，开饭了！今天有粥。这灶台谁砌的？烟道堵了都不知道啊？这个一直就这样。吃完饭我教你们重新砌一个。苏校尉还没睡呢？有事？没事儿，就是想跟校尉大人聊聊。您白天说的那些话挺鼓舞人心的。但哥几个琢磨着，光说不练假把宝，您总得露2手，让兄弟们开开眼吧。想看我露2手，
行啊，你们3个一起上，能碰到我一片衣角，就算我输。校尉大人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待会儿磕了碰了，可别找大将军告状。废话少说，来吧。校尉大人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去睡觉，明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干活，谁迟到谁负责清理茅房，1个月。跟这群老兵油子打交道，果然还是拳头最好使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卯时集合，绕营地跑10圈，跑完吃早饭。校尉，咱们不是种地吗？跑步干啥？种地也要体力，连跑都跑不动，怎么扛锄头？3个月，我要把这帮懒散的护卫练出本领，把这块荒地变成粮仓，然后回到京城，让那些欠我的人一个一个还回来。报，校尉大人，30里外发现马贼踪迹，约50骑，正朝哨所方向移动。来得好，正缺几匹马用来耕地。校尉大人，探清楚了，那伙马贼绝谋50人，为首的外号独眼狼，在这一带劫掠好几年了。他们抢完镇子，正往咱们这边来，大概午后就能到。50人，咱们赵所满打满算能打的不到40，还都饿得腿软。要不咱们先撤到后面的山里去？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撤？往哪儿撤？这里是我们的驻地，丢了这里，我们就是逃兵。按军法，逃兵是什么罪？再说，你们就甘愿一辈子被一伙马贼撵着跑？可是校尉，咱们拿什么打？刀都锈了，弓箭也没几把。谁说要跟他们硬打了？我问你们，营地周围的地形你们都熟吗？熟，这破地方待了3年，哪有个坑都一清二楚。好，那我要你们在天黑之前帮我挖几个坑。挖坑能管啥用？马贼又不瞎。谁告诉你这些坑是给马贼踩的？啊？那是给他们看的。校尉，您这是要把营地弄得越破越好？越破，他们越觉得我们好欺负。好欺负的猎物才会大意。嘿，我还以为这破哨所有什么油水，瞅瞅那德行，怕是早就跑光了。老大英明，咱们直接冲进去抢他娘的！兄弟们，跟我冲！抢着东西，晚上吃肉喝酒。稳住，等他们冲到100步之内，点火！别慌，冲过去！上当了！克，快克！全体都有，跟我冲！杀！校尉发财了！这伙马贼富得流油，光粮食就有20多车，还有盐，还有布匹，够咱们吃3个月的。校尉，您可真是神了！那火箭一射，轰的一声，我还以为天雷下来了。清点完物资，登记造册，粮食归公，兵器按人分配，俘虏先关起来，明天审问。苏校尉，您看，我看着像是军粮，但又没见过这种印记。苏，这附近姓苏的大户，只有京城那个苏家吧？苏家的粮怎么会落到马贼手里？难道是被抢的？苏家，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这袋子粮食单独收好，我有用。是。如果苏家在跟马贼做生意，那他们的胆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有意思，这盘棋
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校尉，这肥真能行吗？马粪混着草叶子烂出来的，能比得上咱以前用的粪肥？你以前用的粪肥没试服就下地，烧苗不说，还把土给弄板结了。我这法子虽然慢，但肥效长，还不伤地。最多再过10天，你就会看到变化。校尉，水来了，这井打的可真深啊，差点没把我累断气。有苗就不愁长，跟打仗一样，开局稳了，后面就好办了。我没走错地方吧？末将苏婉参见大将军。苏校尉，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将军，请随我来。这土跟1个月前完全不一样了，你施了什么肥？主要是沤肥，马粪、草木灰、烂菜叶、秸秆分层堆沤，腐熟后用，比直接施用粪肥更温和，也不容易烧苗。那边是绿肥池。种了一种叫木须的草，长起来后翻压到土里，可以改善土质。现在这些地还薄，养上2、3年就能变成上等良田。这些法子你从哪儿学的？庄子上有位老农，年轻时在江南给大户人家当过庄头，教了我不少。我自己这些年闲来无事，也琢磨出一些门道。你这片菜地能产多少？目前这些种的耐寒品种，2个月后可以收第1茬。如果肥料跟上，1年至少3成，养活少斩现代人绰绰有余。那要是把荒地全开垦出来呢？将军，末将有一个请求。你说。请再给我500人。500人？你知道500人军粮要耗费多少吗？人给你，你们吃什么？粮自己种，兵器自己修。将军只需给人半年时间，还将军一支能战能守的铁军。你可知道，擅自扩军是要担干系的。将军若怕担干涩，就不会当年在边关以3000破2万。好，我给你500人，但有一个条件。将军请讲。3个月后，我要看到这500人不仅能种地，还能上阵杀敌。末将领命。父亲，你所谓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会一件一件全部拿回来。校尉大人，蛮族骑兵至少有3000人，已经过了黑风岭，最多2个时辰就到。3000，咱们哨所满打满算能打的不到100，还带着20多个伤号。黑风岭离这儿只有30里，2个时辰根本来不及求援。校尉，要不咱们先撤到山里去避一避？撤，往山里撤，人活得了，地活不了。我们辛苦几个月种下的菜，养起来的士气全没了。可是校尉，那可是3000人，咱们这点人塞牙缝都不够。谁说要跟他们硬碰硬了？蛮族骑兵的优势在于机动和冲击力，但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，补给线长，地形不熟，而且他们看不起我们。看不起我们？一个只有不到100人的破哨所，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块肥肉，他们不会想到这块肥肉会咬人。现在听我命令，张三，你带20人，把营地所有能吃的能用的全部搬进地窖，搬不走的宁可烧了也不留给蛮族。是。李四，你带10人，把营地外围所有的陷阱重新检查一遍，再挖几道绊马索。是。老五，你带剩下的人，把各处的火油干柴集中到几个关键位置，等我命令。是。3000人，正面硬扛是死路，只能赌一把了。就看你们追不追了。校尉，
都准备好了，没战力的全部撤进了地窖。好，你也下去吧，按计划行事。小薇，您真的不跟我们一起撤？我不在，他们不会追。小薇，保重。来吧，让我看看这个世界的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大梁的兵都跑光了，留下一座空营。我就说这些男人都是胆小鬼，咱们冲进去，看看有什么能抢的。里面的人出来！大梁是没人了吗？留个娘们守营，这小娘们长得还挺俊，抓回去给将军当个暖床的。我是这里的守将，你们想要营寨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哼，你一个将死之人，跟我谈条件？你们长途奔袭，图的无非是粮食和财物。哨所确实有粮食，但被我们埋起来了。杀了我，你们1粒米也找不到。你想怎样？给我1匹马，让我离开。我告诉你们粮食埋在哪儿，你们拿了粮就走，大家各取所需。成交。不过，你要是敢耍花样，我会把你的皮剥下来，挂在旗杆上风干。放心，我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就埋在这儿，3尺深，15袋粮食，够你们吃一阵子。千夫长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！你敢耍我？我不仅耍你，我还要你的命！你不是普通的守军！我从来没说过我是。给我追！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把他抓回来！到了。校尉，全解决了，13个蛮子一个没跑掉。这些蛮子的刀可真不错，比咱们那些锈铁骗子强多了。校尉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校尉，前面好像有动静。校尉，至少有2000人，不，3000人。我们还有多少箭？刚才伏击用掉大半，剩下不到50支。火油呢？营子里的火油都搬来了，一共8罐。如果我说我要用这不到20个人把3000蛮族全烧死在这里，你们敢不敢跟我干？校尉说干咱就干，咱们相信校尉的本事。对，干他娘的！我听校尉的。好，那我说计划。狼牙谷只有一个入口，就是我刚才引他们进来的那条路。两侧是陡坡，谷底是干涸的河床，长满奇草。蛮人要追击我，必定要全部进入谷底。李四，你带5个人，把所有的火油分成2份，泼在两侧山坡的枯草丛里，不需要太多，每一处淋出一条火线就行。干完立刻撤到谷外，等我信号。明白。张三，你带剩下的人把所有收集到的干柴、盐草堆在谷口，等蛮人全部进谷后，封住他们的退路。是。而我再去当一次诱饵。追！他就在里面，堵住谷口，把他给我揪出来！加快速度，他就在前面。喂，你们听说过一个词吗？叫瓮中捉鳖。撤！快撤！退出谷口！将军，这真是苏校尉干的？他手下能打的不是只有20多人吗？末将苏婉参见大将军。蛮族3000追兵已全部歼灭，
末将幸不辱命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火攻，琅琊谷地形狭窄，草木干枯，正适合火攻。那些火油是从马贼手里缴获的，本来准备用来点灯。已不到20人，全歼3000蛮族精锐，缴获战马兵器不计其数。苏婉，你让我刮目相看。传令下去，给朝廷报捷。第17哨所守将苏婉以火击之计歼灭蛮族3000，缴获辎重无数。本将提议晋升苏婉为镇武校尉，统领北境所有哨所屯田事务。末将领命。谢大将军提拔。不用谢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从今天起，北境边防的屯田事务全权由你负责。我信你。你需要的500人，我会尽快调拨给你。但我也要提醒你，树大招风。这一战，你的名字肯定会传到京城，有人会因此赏识你，也有人会因此想要你的命。末将明白，不过末将从来不怕有人想要我的命。镇武校尉，这才刚开始呢。这个苏婉，就是前些日子那个在菜市口差点被斩首的苏家嫡女。是，有点意思。校尉，咱们直接去苏府吗？不急，先进宫地述职文书，把公事办完了，再办私事。我还以为校尉会直奔苏府，先出口恶气呢。公私分明，才能让人挑不出刺。苏家就在那里，跑不了。臣镇武校尉苏婉奉旨回京述职，参见陛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你在北境打的那一仗，朕看了战报，以不到20人全歼蛮族3000精锐，说说看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回陛下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者别得。天时者，秋高气燥，草木干枯，正是火攻的好时节。地利者，琅琊谷地形狭窄，两侧陡坡，一旦起火，蛮族无处可逃。人和者，将士用命，无一退缩。但最重要的是蛮族轻敌，他们看不起一座破烂哨所，也看不起一个女子守将。所以你就利用了他们的轻敌。是，兵法云：卑而骄之，怒而挠之。蛮族骄横傲慢，根本不相信一群残兵败将敢主动设伏。臣不过是顺着他们的想法演了一出戏。好一个卑而骄之！读过兵法的很多，但能像你这样用出来的不多。这是你的新任命，升昭武校尉，仍领屯田事务。此外，特许你组建屯田营，编制1000，归属北京大营。臣谢陛下隆恩。你不问问，为什么朕对你一个女子如此重用？陛下用人自有陛下的道理，臣只需做好分内之事，不负圣恩即可。你倒是沉得住气，朕用你是因为你有真本事。朝中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文官，朕见得多了。能打仗能种粮还不贪功的人难得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第一步，站稳了。谁呀？这么晚？老爷说过，您不能进这个门。你去告诉苏启明，就说镇武校尉苏婉奉旨回京述职，顺道回家看看。让他开门。苏校尉奉旨回京，顺道探望家人。各位别来无恙。哟，明月的灵位还摆着呢。妹妹，姐姐回来了，你在地下过得还好吗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还我女儿，你还我明月！母亲，我不是说过了，苏明月那是失足溺水。够了，苏婉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不想怎样，我就是回来告诉你们一声，我回来了，以镇武校尉的身份奉旨回京，正式任职。还有，我听说祖父留给我那座陪嫁庄子，被父亲你代为管理了20年，现在我回来了，该还给我了。那是你祖父的财产，理应由家族统一管理。祖父明确在田产上当继继承者事务，
那就是我的。我活着回来了，就该我接手。至于家族，我姓苏，但苏家从来没把我当过家人。3天之内，我要看到庄子的地契和账目出现在我营帐里，否则我不介意用军法来解决问题。告诉丞相大人，那个孽障回来了，而且他手里可能已经掌握了什么。那就是苏家的那个嫡女。嘘，听说她刚从北京回来，立了功，陛下特旨召见的。一介女流也配站在朝堂之上？苏校尉，老夫听闻你在北境以火攻破了3000蛮族，只是老夫有一事不明，你一个女子如何能统兵作战？莫不是大将军沈烨为了给你邀功，虚报了战功吧？王御史，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是有证据证明我虚报战功，还是听别人说的？老夫是据理推测。据理推测，那我也可以推测，王御史今早出门前，因为和夫人拌了几句嘴，所以心情不好，才拿我撒气。您说我这推测准不准？御史大人，战报上有大将军沈烨的签字画押，有兵部何晏的印章，还有缴获的蛮族兵器马匹为证。如果您觉得这些都是假的，不妨去兵部调阅原始档案，一条一条核对。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在朝堂之上公开质疑有功将士的清白，这恐怕不是一位老成谋国的御史该做的事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宣赵武校尉苏婉觐见。臣苏婉参见陛下。朕听说你在北京不仅打了胜仗，还把荒地种出了粮食，给朕和众群家说说。是，这是臣在北京推行屯田3个月以来的详细账册，开垦荒地30亩，改良宗具4室，建沤肥池3座，打井1口。截至上月底，收成不仅实现了少减自给自足，尚有寄余。此外，臣根据北境土质和气候特点，绘制了一份屯田规划图，计划将周边荒地纳入开垦。若得以实施，1年之内可满足3000驻军粮需。能打仗，能种粮，果然没有让朕失望。陛下，苏校尉年少有为，老臣也是十分钦佩的。不过，老臣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苏校尉。苏校尉的屯田规划确实令人赞叹，只是老臣听闻苏校尉在推行屯田时，曾强征当地农户的耕牛和工具，还占用了一些百姓的自留地。此事虽小，但若有损朝廷声誉，恐怕得不偿失。不知苏校尉对此有何解释？老臣也是听人传言，未必准确。苏校尉不必紧张，老臣只是随口一问。丞相大人，军务之事关乎国家安危，容不得传言2字。臣在北境期间，所有征用物资均按市价折银，或直接支付，或以粮食抵偿，每一笔都有记账，可以随时调阅。至于百姓的自留地，臣非但没有占用，反而帮助当地农户改良了土壤，提高了产量。这些事情，当地里政和农户都可以作证。丞相大人政务繁忙，日理万机，可能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蒙蔽了。臣建议，如果有人向丞相举报臣的不法之事，丞相不妨将那人请来当面对质。若确有其事，臣甘愿受罚；若查无实据，那诬告之人也该担责。苏校尉言重了，老臣也只是关心而已。既然苏校尉心中有数，那自然最好。好了，既无实据，不必在意。苏校尉，你的屯田规划朕准了，着令兵部、户部协同办理。令晋升苏婉为昭武校尉，赏金100两，锦缎10匹。臣谢陛下隆恩。苏校尉，刚才在朝堂上，你应对得很好。多谢将军夸奖，不过丞相似乎已经盯上我了。贾似道此人心胸狭窄，睚眦必报，
今日之事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，但就算我不惹他，他也不会放过我。你说的对，贾似道在朝中经营多年，你要与他斗，就必须有足够的力量。你的屯田营编制已经批下来了，人我会尽快给你。另外，这是北境全迹的域图，有几处适合屯田的位置，你好好研究一下。多谢将军。不用谢我，你做出成绩就是在帮我巩固北境防务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贾四手接下来一定会从其他方面下手，你小心些。该来的总会来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校尉，您可算回来了！听说您在朝堂上把那个姓王的老御史怼得哑口无言。你消息倒挺灵通。您的事儿，咱营里兄弟们都盯着呢。现在整个京城都在传，苏家那位大小姐在朝堂上一句话把王御史堵得脸都绿了。校尉，那个丞相是不是想找您麻烦？要不要兄弟几个去找找他的麻烦？你们管好自己手头的事就行，丞相那边我自有分寸。田有了，兵有了，靠山也有了，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们了。将军，过了黑风岭就是镇北堡了，咱们要不要歇歇脚，换匹马力再走？不必，快马加鞭，争取天黑前赶到镇北堡。我总觉得这一路有些太安静了。有埋伏，结阵防御！将军，这些人的目标是你，属下掩护，你先撤。撤什么撤？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伏击朝廷命官！将军，你受伤了，不能再打了。撤，往营地方向撤。怎么回事？苏校尉，将军在黑风岭遭遇埋伏，身中2箭，还有刀伤，随行兄弟死伤过半。快把伤者抬到我的帐篷里去。张三，去烧热水。李四，把我床底下的木箱搬过来。王五，叫所有不相干的人退开，保持安静。是。城主，我在。忍一下，很快就好。你救过我一次，现在我还你了。将军醒了，把这碗药喝了，可以止痛，防伤口化脓。昨晚是你给我治的伤，我中的那2箭，箭头是倒钩的。军医拔这种箭，往往要割很大的口子，你处理得很干净。我在庄子上跟一个走坊郎中学过几年处理外伤。将军的伤虽然不轻，但没伤到要害，将养个把月就能痊愈。你知道我遇伏的地点是黑风岭，那条路线只有我的几个亲信和兵部备案的人知道。将军的意思是，军中有内鬼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北境军中可有什么异常？有，3天前有10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以采买为名接近过营地，我已派人暗中监视，他们的行踪很可疑。被守夜的兄弟拦住后，自称是丞相府的人，说是要体察军情。我当时没有深究，现在看来恐怕是在踩点。丞相府果然是他。将军遇袭，泄露途径只有2条，一是兵部，2是随行人员。将军，属下跟随您多年，绝不可能出卖您。其他兄弟也都是跟您出生入死。我没有怀疑你，但内鬼必须揪出来。我有个办法。张三拿着这张纸去大营找军需官，就说是将军的手令，看看他的反应。校尉，这是……这份假的调防命令送出，如果内鬼在军中，很快就会传到某些人的耳朵里。我们看谁会急着跳出来。你不但会打仗，会种地，会救人，连这种引蛇出洞的计策都想得出来。在庄子上这些年，我别的没学会，唯独学会了一件事：若要活下去，就得多留几个心眼儿。有意思，这盘棋越来越有意思了。
昭武校尉苏婉接旨。陈苏婉接旨。苏校尉，陛下在御书房等您，请您这就动身吧，老奴在外面候着。这旨意来得蹊跷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将军伤势未愈，不宜奔波。而且圣旨明确了只带我一人，如果我真出了什么事，有将军在外面，还能有个照应。何况，我也想看看，这京城里到底有多少人不想让我活着回去。这是我的令牌，如果遇到危险，持此令可调动京城守备营300人以下的人马。多谢将军。陈苏婉参见陛下。平身，过来看看这个。陛下，这些账目有问题。你看出来了？账面数量与实际调拨相差悬殊。以去年秋季为例，拨发北境军粮20万斛，但实收不足15万斛，差额将近5万斛，足够1万人吃3个月。有人在中间吃了空饷。朕让御史台暗中查了大半年，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份账册。经手的人层层盘剥，从户部到转运司，再到北境粮仓，至少有10几个官员涉案。但最让朕在意的是，这些人虽然官位不高，背后似乎都连着同一根线。陛下说的这根线是谁？朕叫你来，不只是让你看账册，朕需要一个人去北境彻查秘密的查。这个人必须有胆识和头脑，还不能与朝中任何势力有牵扯。你觉得谁合适？陈愿王，你可知道这差事有多危险？你查到的不只是几个贪官污吏，如果真碰上了那根线，那些人敢在北境伏击大将军，自然也不会对你手软。臣知道，但臣更知道，如果任由这些人继续贪下去，北境的防线迟早会从内部崩溃。到那时，不用蛮族打过来，我们自己就先垮了。这是朕的密令，凭此令，你可不经通报直接调阅北境所有军需账册，可先斩后奏，但能用几次，你自己把握。臣必不负陛下所托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启程前去见一见沈烨，他会给你一些人手，朕能给你的只有这枚令牌。但沈烨能给你的，是真正保护你周全的力量。校尉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军需处那边有动静了，您让送的那份手令，军需官刚有回应，不到2个时辰，就有人从后营偷偷骑马出去了。兄弟们没惊动他，偷偷跟着，发现他一路往京城方向去了。好，那个人的模样可记清了。记住了，是军需处的一个副将，姓曹，来了不到半年。暂不要动他，让他以为自己得手了。我要放长线，钓大鱼。陛下怎么说？陛下给了我这个。天子密令先斩后奏，看来陛下是动真格的了。我明天就要动身去北境大营，陛下说你会给我一些人手。我让赵勇带20名亲兵跟你去，他们都是跟随我多年的老兵，忠诚可靠，身手也过硬。另外，这是北境大营几个关键粮仓的位置图，以及守仓官员的名单。其中有些人和贾似道的关系很近，我已经用红笔圈出来了。多谢将军。你要记住，粮仓背后牵涉的人远比你想的要多，你去查，一定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。那时候，你面对的麻烦就不是一群贪官，而是整个盘根错节的利益网。若是遇到阻力，不必硬拼，活着回来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记住了。苏婉，活着回来。我会的，将军也要养好伤，等我回来验收屯田成果。走，去北境大营，看看那些硕鼠到底有多肥。
一个毛还没长齐的小丫头也想查我的账，让她查，查得越深，死得越快。怎么回事？回校尉，什么时候起的火？大约半个时辰前，粮仓东侧突然起火，火势蔓延极快。等我们发现，已经粮库里放有多少存粮？上个月刚入库的秋粮约3万丈，全在库里。传我命令，立刻封锁大营所有出入口，从现在起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救火的事交给他们，你带人守住各个要道，重点是粮仓周围的可疑痕迹。是。你去查一下，今晚在粮仓附近当值的所有人，一个一个给我带到签押房来，分开问话。明白。你是负责粮仓的，入库记录、出库记录、损耗记录烧了没有？没有，账册都存放在签押房的铁柜里，钥匙只有我和主簿有，账册没被烧到。带我去看账册。近3个月的出库记录为什么只剩下这几页？回校尉，上个月老鼠啃坏了一批账册，还没来得及补。老鼠啃的，正好考掉了近3月的记录，倒是有趣。这位就是昭武校尉苏大人吧？久仰久仰，小民是北京恒丰粮行掌柜，听闻大营粮仓昨夜不幸失火，特来慰问，些许薄礼，不成敬意。赵掌柜有心了，不过慰问就不必了，我正有事要问你。苏大人请讲。近3个月，恒丰粮行共向北京大营公粮多少担？约12000担。付款了吗？这个户部的款项尚未拨付到位，目前还欠着粮行8000多两银子。欠着钱你还主动上妹问，赵掌柜果然是大善人。赵掌柜，你的粮是从哪里收来的？都是从附近州县农户手里收购的。那你收购的价格是多少？运到大营又是按什么价结算的？这个各地的价格不同，没有定数。没有定数？那我告诉你，按照户部核定的北京军粮收购价，每担不得超过6000银子。可你这几月供应的粮食，每担8000，中间多出来的2000，去了哪里？你不说，我也不逼你，毕竟账册还在，等我翻完，自然会清楚。送客。校尉，白天那个赵掌柜出营后直接去了青阳镇，进了一家叫聚源的商号。我们的人不敢靠太近，但远远看他和一个穿锦袍的人谈了很久。穿着锦袍，能看清样貌吗？看不清，隔着窗子只看到一个侧影，但身形有点像朝廷的人。先不要打草惊蛇，继续盯着那个聚源商号，看看还有什么人出处。另外，明天我要开仓放粮。开仓？粮仓不是刚被烧了吗？烧的是秋粮，但大营还有一个备用仓库，有3000担陈粮，虽然不多，但足够撑到新粮下来。可是备用仓库的钥匙在行军司幕刘大人手里，他可是丞相的学生。那就让他把钥匙交出来。我没有时间跟他们慢慢磨，3个月之内，我要让北境大营的粮仓重新充盈起来。从明天起，营地周围的空地全部翻耕。我带了一批新种子，产量至少是麦子的3倍，让兄弟们加紧准备春耕。校尉，您这些东西当真能种活？在琅琊谷烧死3000蛮族之前，你们不也觉得我是异想天开吗？属下这就去安排。苏校尉，大清早的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开仓放粮。苏校尉，这仓库的粮是留着应急用的，没有兵部的批文，下官实在不敢擅自开仓啊。眼下就是应急的时候，3军将士等着吃饭，等批文下来，人都饿死了。苏校尉，规矩就是规矩。您虽然是陛下亲封的昭武校尉，但这北境大营的粮草调配向来是由行军司马署管理的。您这样强行开仓不合规矩吧？刘大人，你是要拿规矩来压我？下官只是按章办事。那你看看，这个够不够？苏校尉，这密令虽可便宜行事，但按照朝廷体制，粮仓开仓须有兵部勘核。刘云，我再问你一次，这仓
你开还是不开？没有兵部批文，下官绝不开仓。砸了！你敢！刘大人，从现在起你被解职了。在我查清昨夜粮仓失火的原因之前，你就暂时待在粮房里，哪里也不要去。赵勇，送刘大人回房休息。刘大人，请吧。苏婉，你无权解我的职，我要上书朝廷参你。你。张三，带人清点粮食，登记造册。李四，去通知各营火桃军，今天中午熬稠粥，让大家吃饱。是。粮食清点完毕，共3200兆，省着点吃，够全营半个月口粮。半个月，够了。我已派人快马加鞭去附近州府，再有10天，第一批粮就能到。将军，刘玉已经被关起来了，但我在他房间里搜到了这个。这个李大人应该就是户部侍郎李思远，他是贾司徒的门生。这封信正好坐实了他的罪名。校尉，咱们刚到北京就抓了行军司马，会不会太招摇了？招摇？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苏婉来了。那些藏在阴沟里的老死，最好夹起尾巴做人，否则刘裕就是他们的下场。传令下去，从今天起，北境大营所有出入库记录，每天都要汇总到我这里来。另外，把上次赵掌柜那家恒丰粮行的账目给我调出来，我倒要看看这北境的粮到底养肥了多少人。苏校尉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你在北境查得越深，得罪的人就越多，那些人不是你一个小小的校尉能惹得起的。刘大人，你在北境当了多少年行军司幕？12年了。12年，北境的将士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你这个行军司末却纹丝不动。我不需要你供出你背后的人，我知道是谁。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在这个位置上做了12年，看着那些军粮被一层层盘剥，看着将士们饿着肚子去打仗，你心里就没有一点不安吗？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第一次有人找到我，要我帮忙处理不合规的账目时，我也犹豫过，但那人说这只是走个过场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后来缺口越来越大，我已经收不了手了。我不做，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我。所以你选择了同流合污。你现在大权在握，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官，在这趟浑水里，要不被淹死，就只能跟着一起搅。你的家人，我会派人保护起来。你写一份详细的供词，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。没用的，那些人不会让我活着开口的。我可以向陛下求情，留你一条命。我只要一出去，马上就会有人要我的命。那就看你自己了。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我可以保证你和你的家人平安。如果你选择继续替那些人扛着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既然刘裕已经招了，那就让他永远闭嘴吧。听说你把北境大营的粮仓给砸了？砸了，不开仓，弟兄们就要饿肚子。抓了刘裕，他勾结粮商，贪污军饷，阻挠公务，证据确凿，已经写了供词，派人送往京城了。你这一来，北境的天怕是要变了。天变不变，我不知道，但至少要让这片天底下的人能吃饱饭。被你解职的那个刘裕，3天前在关押室里畏罪自缢了，但据看守的士兵说，曾有一个黑衣人潜入过关押室附近。看来有人比我更急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既然他们想玩，
那我就陪他们玩一场大的。李思远，苏校尉，久仰久仰，快请坐。李大人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，本官此来主要是为了调解一下苏校尉与北境梁商之间的误会。刘玉刘大人的事，本官也听说了，实在是可惜。不过人死账消，苏校尉想必也不会再追究了吧？刘玉的案子，我已经写成详细奏状，送往御前了。追究不追究，可不是我说了算，得看陛下的意思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官也不绕弯子了。北境的粮草供应牵扯甚广，苏校尉初来乍到，有些门道还不熟悉，若是操之过急，恐怕会伤了和气。不如这样，本官做主，让恒丰粮行以低于市价1成的价格继续向大营供粮。苏校尉这边呢，也高抬贵手，过往的账目就一笔勾销了。如何？刘玉刘大人的事，本官也听说了，实在是可惜。不过人死账消，苏校尉想必也不会再追究了吧？刘玉的案子，我已经写成详细奏状，送往御前了。追究不追究，可不是我说了算，得看陛下的意思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官也不绕弯子了。北境的粮草供应牵扯甚广，苏校尉初来乍到，有些门道还不熟悉，若是操之过急，恐怕会伤了和气。不如这样，本官做主，让恒丰粮行以低于市价1成的价格继续向大营供粮。苏校尉这边呢，也高抬贵手，过往的账目就一笔勾销了。如何？李大人，你带的话我收到了，但我不能答应。为何？我现在拿的每一粒粮食，都是北境将士用命换来的，我一分一毫都不能让它流进不该流的地方。恒丰粮行的账目我查过了，去年1年，他们以次充好，虚报金号，多领了至少5000两银子，这笔账不能一笔勾销。苏校尉，你可知道你这是在跟整个北境的粮商体系作对？没有他们，你拿什么养活这几万将士？没有他们，我一样可以，我自己种。李大人，多谢款待，下次要请我吃饭，不如换个话题，比如谈谈户部那笔被漂没的军粮款。校尉，圣旨到了，是钦差，您快去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昭武校尉苏婉忠勇可嘉，勤勉任事，在北境整治军务，督理屯田，成效卓著。加封镇威将军，统领北境屯田营3万将士，并兼领北境粮草监察夫。钦此。臣谢陛下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喜苏将军，陛下对您可是寄予厚望啊！陛下还有一句话让咱家私下带给您，放手去查。请公公转告陛下，臣定不负圣意。将军，您现在是镇威将军了，正4品，苏家那些人要是知道了，怕不是得气死。官大一级，责任重1分。传令下去，今晚加餐，每人多分半斤肉。明天开始，回营全面扩建，所有荒地全部翻耕。是。老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自己看。镇威将军统领3万轮田兵，他怎么做到的？我早就说过，这个孩子已非池中之物，当初那样对他，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他现在是4品将军，手里还握着粮草查使的差事，能查的人太多了。他要是存心报复，启明，你那个女儿已经不是你能控制的了，你最好想想怎么给自己留条后路。3个月前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地，现在再看，简直换了个人间。这只是开始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要让那片地也长出粮食来。3年之内，让北境不再依赖朝廷调粮，我们自己就能养活自己。将军，我赵勇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，大将军是一个，您是第2个。将军，北境粮仓的火不是意外，是有人故意放的，放火的人就在您的营里。
将军，按您的图纸打的这50副曲原离已经全部完工了，兄弟们试过，比老式的轻便至少3成，翻地快多了。不错，继续按这个标准打，下批100副。是。上次说的提纯法杂质滤干净了吗？回将军，按您的水蝎法过滤了3次，提纯出的硝石比军中原用的成色纯了极多。只是您要求的那种极高浓度的猛火油配方，咱们试了几次，总是差些火候，比例还要再调。现有的火油燃烧太快，若是能提纯到极致，再配上纯净的硝石和硫磺，在密闭的铁管内瞬间点燃，产生的推力足以开山裂石。你们继续试，铁管的铸造工艺也要同步摸索，绝不能有一丝裂缝。工艺倒是好说，铁料也足，只是咱们库里的火油不够用了，没法接着试配方。不够，我前些日才批了调拨单。将军，那个放火的内鬼有眉目了，正好也与这火油有关。说，张三查了全营的火油记录，发现半月前被领走了3桶，登记器写的用途是夜间照明。可我查过，那几天夜里值班的哨兵领到的是干火炬，根本没用过火油。多出来的那3桶对不上账，想必就是内鬼偷去烧了粮仓，这才导致工坊这边缺了火油。将军，京城来了天使，带着圣旨和禁军，已经到了营地外。来者不善，领头的是1名御史，还带了20名禁军。来者不善，正好想看看他们给我安的什么罪名。正尉将军苏婉见过御史大人，不知大人远道而来，有何公干？苏婉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镇威将军苏婉被弹劾于北境任职期间贪没军粮，私犯官以权谋私，致使军心不稳，着即解除兵权，押解回京，交由大理寺会审。钦此。这是诬陷！将军到任以来，自己种粮养活将士，从未贪没过1粒米，请大人明察。苏将军，你是自己走，还是要本官让人请你走？我跟你走，但我的刀不交。将军的刀是陛下赐的，要收也只有陛下能收。随你。看好营地，盯着那条线，等我回来继续收网。是，末将等将军回来。将军，这分明是丞相设的局，他怕您继续查下去，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把您调走。我知道，但圣旨已下，抗旨就是死罪，只有活着回京，才有翻盘的机会。将军，要不咱们结族？不要做蠢事，你们要做的是守住屯田营，守住那些证据。等我回来。末将明白了。堂下所贵何人？镇威将军苏婉奉旨受审，甲胄在身，恕不能全理。苏婉，御史张茂对你在北境任职期间的相关事项提出质疑，致使军心不稳，你有何话说？敢问周大人，说我贪没军粮，可有证据？这是从你营中搜出的账册，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，3个月内你以损耗为名，私扣军粮800担，全部经由恒丰粮行变卖，得银4200两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狡辩？张御史，你这本账册是从哪里来的？自然是从你的签押房中搜出的。那请问，我签押房中的账册是锁在何处？自然是锁在书案抽屉中。那我再请问张御史，我签押房书案抽屉的钥匙一共有几把？本官怎会知道你的钥匙有几把？我的书案抽屉共有3把钥匙，1把在我身上，1把在副将赵勇手中，第3把半个月前被行军司马刘裕以核查账目为由借走，至今未还。刘裕贪没军粮被我查办，随后便畏罪自缢。一本经他手的账册突然出现在我的签押房里，又恰好成为弹劾我的铁证。张御史，你不觉得这太巧了吗？你这是狡辩！
账册上的笔记经过主簿比对，确实是你手下书吏的笔记。那就更好办了，传我的书吏上堂对质，一问便知。带苏将军的书吏上堂。你就是苏将军营中掌管账目的书吏？回大人，正是小人。这本账册可是你经手记录的？是小人记录的。那本官问你，这账册上所记的800担损耗粮食，是你亲眼所见，还是苏将军让你这么记的？是将军让我记的。小陈，你家中还有几口人？回将军，还有母亲和妹妹。他们现在可好？好。小陈，你是跟着我从哨所一路走到北境大营的老人。我不相信你会主动害我。如果有人逼你做了假证，你现在说出来还来得及。大人，小人冤枉，那本账册是假的，是刘司马生前让小人在空白的账册上先签好名字，说以后慢慢补填内容。小人不知道他会用来陷害将军啊！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！你胡说八道，分明是苏婉让你翻供。张御史，小陈从哨所到北境从未有劣迹，只要查他家中近日有无异常，结果一目了然。您这么急着定我的罪，是怕我查出什么吗？你强词夺理！肃静！此案疑点甚多，账册真伪需进一步核查，证人小陈的供词也需核实。今日暂且退堂，择日再审。苏婉暂押回天牢，待查明真相后再行处置。谢大人公正。张御史，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想扳倒我，这点伎俩还不够。苏将军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。明天的会诊会有一位意想不到的人到场为你作证，到时候你只需把这枚玉印亮出来即可。等等，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太子殿下也觉得大梁朝堂该清一清了。参见太子殿下。继续审理镇威将军苏婉参谋一案，待证人恒丰粮行赵掌柜。赵掌柜，本官问你，苏将军是否曾与你合谋，以损耗名义私卖军粮？回大人，没有此事。赵掌柜，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，你分明说过苏婉曾多次通过刘裕与你交易。大人，小人是受了刘司马的胁迫，小人不配合，他就断了恒丰粮行向北境大营供粮的资格，小人也是被逼的。张御史，你是在教证人如何做供吗？下官不敢，下官只是什么？只是急着想定苏将军的罪。太子殿下明烈，下官一心为朝廷办事，绝无私心。周大人，此案的证据链漏洞百出，证人的供词前后矛盾，依本宫看，再审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不如就此结案吧。苏将军无罪释放。本案证据不足，按太子殿下之意，镇威将军苏婉无罪释放，退堂。苏将军受委屈了，臣多谢太子殿下出手相救。不必谢我，就算我不来，你也有办法翻案吧。苏将军，你可知晓贾思涛为何急着要除掉你？因为我在查北境的粮草贪腐，再查下去就会牵连到他的人。那你可知道他为何能在朝堂上屹立20年不倒？因为他掌握着一样东西，大梁半数以上的粮道。北境、南境、西境，所有军队的粮草调拨都要经过他的人手。一旦动了他，大梁的粮道就会瘫痪。所以要扳倒他，不能只靠查探，你得先找到一条全新的粮道，一条不受他控制的粮道。臣明白了。受了，京城的风水不养人。北境的风沙倒是养人。将军的伤都好了？你亲手缝的伤口愈合得很好，只流了一道浅疤。那就好。走吧，回营再说。今晚我让人炖了羊肉汤，你好好歇一夜。有劳将军了。
刚回来就开始忙什么呢？时间紧，要赶在春耕之前把新农具推广下去。太子殿下跟我说了关于粮道的事。你的想法是对的，只要找到新的粮道，就能摆脱对贾司头的依赖。但这件事单靠你一个人做不成，你需要帮手，也需要一个足够大的粮仓。粮仓我已经在建了，但光靠北境一地的产出还不够。如果我把江南道那几处闲置的军当田产也划给你呢？将军此话当真？我沈夜说话从不食言，但前提是你得在北境先把这片试验田种出个样子来。等秋收之后，我会奏请陛下，将江南道的军屯也纳入你的辖下。末将必不负将军所托。将军，这犁怎么是弯的？咱们用的犁可都是直的。直的犁虽然稳，但转弯费劲，而且翻土浅。这种屈原犁，犁缘弯曲，拉力更省，转弯灵活，2个人就能拉动，翻土还更深。赵伯，你试试。天老爷，这犁轻省太多了，翻出来的土也比老犁深了2次不止。将军，您这脑子是咋长的？我要让整个北境都用上这些新农具，到时候粮食产量翻一番，不是问题。将军，这些农具您是从哪儿学来的？我在庄子上那些年，别的没学会，就学会了怎么从土里刨食。一个人待在高处，在看什么呢？看那些山后面还有什么？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但还是想看。你不在的这几个月，我有件事一直想问你。什么事？你对我是只有同袍之意，还是……我从小就没有被人真心对待过，所以谁真心待我，我分得很清楚。我明白了。夜风凉，别着凉了。苏婉，以后你想看山后面有什么，我陪你看。将军，白狼关被围，沈将军率3000将士死守，蛮族切断了所有补给线，城中粮草最多还能撑1天。传我将令，北境大营所有能调动的骑兵全部集合，半个时辰后出发，目标白狼关。将军，现在集合所有骑兵最多5000，蛮族有2万，而且我们一旦抽空大营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沈将军若失，北境便失，所有后果我一人承担。将军，按这个速度，午后能到应小涧，绕到白狼关背后还要2个时辰。让兄弟们路上轮流吃干粮，不解鞍，不休息，到了地方再喘气。是。将军，剑齿剩不到300，滚木烈士已用尽，西墙的缺口，如果蛮子再冲锋，恐怕能守多久守多久，援军一定会来。将军，咱们被围了3天了。我说有，就是有。赵勇，你带1000人从左翼杀入，放火烧张。张三，你带1000人从右翼截断的退路。李四，你带剩下的人跟我从正面冲营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制造混乱，打开缺口，接应沈将军突围。得令。杀！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每次都把自己弄到绝境，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？快宰！快宰！我还有一个法子，但需要天亮前准备好。听你的。火牛阵，撤！趁他们还没稳住阵脚，退回关内。你刚才说的法子，要用到那些牛。赵勇，你带人把关内所有能用的牛集中起来。张三，
你带人把营中所有的火油和麻绳搬过来，再找一些尖刀。李四，你带人守住关墙，天亮之前准备就绪。是。火牛阵，我在兵书上读到过，但真正用过的人没几个。我也是第一次用，但敌众我寡，这是最快的破敌之法。你有几成把握？7成，剩下的3成交给天意。点火。全军冲锋！稳住！蛮族大王子已死，降者免死。斩首蛮族大王子，至少换来北境3年太平。3年够了，3年后就算他们再来，我也能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苏婉，回去之后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北大将军沈烨，白狼关血战有功，加封太子太保，昭武校尉苏婉，驰援破敌，斩首蛮族大王子，晋封镇北侯。沈爱卿，你今年20有8了吧？朕记得你尚未成家，朕膝下静安公主温婉贤淑，正值婚配之年，朕有意将她许配于你，不知沈爱卿意下如何？陛下厚爱，臣受宠若惊。但臣早已立志，北境未定，何以家为？臣恐辜负公主美意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沈爱卿一心为国，朕很欣慰。既然你暂时无意成家，那便先放一放吧。父皇还在为沈烨拒婚之事烦心。你觉得他为何拒婚？沈将军或许真的觉得北境未平，无心成家。他不是无心成家，他是心里有人了。那个人就是苏婉。2个手握重兵的人，一条心共进退，你让朕怎么能睡得安稳？父皇，苏婉与沈烨皆是难得的忠臣良将。朕没有说他们不忠，但是皇帝不能让大梁的军权仅系于一家之手，这你也要记住。传朕旨意，镇北侯沈烨即日起留守京城，参与兵部议事，暂不回北境。北境军务由镇北侯苏婉全权代理。儿臣遵旨。你当众拒婚，陛下会更忌惮我们。他把你留在京城，也是意料之中。你在北京要小心，我不在你身边，如果有人想对你不利，他们会挑这个时候动手。你也是，京城比边关更危险，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刀。保重。将军，有京城来的密信。猜忌一旦生了根，就会疯狂生长。我知道，我能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北京，稳住一切。唯有手中握有足够的力量，才能让那些想动我们的人有所忌惮。静安公主的婚事，朕已经让钦天监择了吉日，下月18。沈爱卿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陛下厚爱，臣万死不能领受。臣心已有所属，此生不变。若娶公主，是对公主的不敬，也是对自己的不诚。臣宁受陛下责罚，也不敢欺君。沈烨，你是朕亲手提拔起来的将军，朕给过你机会，臣辜负圣恩，罪该万死。
既然如此，抗旨不遵，不可不罚。镇北侯沈业即日起免去一切差事，回府必止不得出府，不得与朝中大臣私交。去吧。臣领罪。苏婉，你能接到的那道圣旨，怕也不是什么好消息。侯爷，陛下口谕，请您在府中安心休养，日常用度会按时送来，但暂时不能出府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静安公主已赐婚镇北侯沈业，婚期将于下月18。镇北侯苏婉即日返京参加赐婚典礼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侯爷，恭喜啊！沈将军娶了公主，您与沈将军同朝为官，也是喜事一桩。臣领旨。将军，这是圈套。皇帝先用赐婚试探，沈将军拒了，现在直接下旨强娶，还把您调回京城，分明是要……我知道。那您还要回去？他说过不会娶她，我相信他，但他一个人被留在京城，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我必须回去。末将陪您。走。苏婉，是我。你不该回来，这是陷阱。我知道，但我必须确认你安全。我没事，只是被禁足，他们暂时不会动我。但你一回来，反而落入了他们的圈套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真的娶公主？我说过的话，永远不会收回。我心里只有一个人，装不下第二个。那我等你，不管多久，都等。太子可信，但勿全信。若有不测，持我木印往北境，勿念我。臣御史张茂弹劾镇北侯苏婉，其在北境独揽军权，私开荒地，豢养私兵，与边境商贾往来密切，有拥兵自重之嫌。另据查，其与北境粮商赵恒过往甚密，赵恒曾为蛮族细作，苏婉恐有通敌之嫌。陛下，苏婉虽有大功，但功高不可盖主，权重不可欺君。老臣以为应暂时收回苏婉兵权，交由大理寺核查，待查明真相，若有冤屈，再行恢复也不迟。苏婉，你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在北境所做的一切，均有账册可查，屯田所得皆入军库，未取一粒私粮。至于通敌，更是无稽之谈。臣若通敌，何必在白狼关拼死血战？臣若通敌，何必斩首蛮族大王子？这正是苏将军的高明之处，以战功掩人耳目，实则暗度陈仓。若无通敌，蛮族为何偏偏在你驻防期间屡次败退？怕不是早有默契，演给朝廷看的吧？陛下，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苏婉绝无二心。白狼关血战，臣亲眼见他冲锋陷阵，身先士卒。这样的将领，若被诬陷，岂不寒了边关将士的心？沈爱卿，你自身尚在禁足期间，违旨上朝已是罪加一等，你拿什么担保？传朕旨意，镇北侯苏婉即日起解除北境节度守之职，交还兵符，降为昭武校尉，留京候查。北境军务暂由副将赵勇代理。镇北侯沈业调任南境节度使，即日赴任，不得延误。退朝。他这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。不，他只是想让我们分开。我在京城闲置，你被调去南京，天各一方，再难联手，这样他就能安心了。你就这么认了？我没有认，我只是需要时间。苏将军，沈将军，今日之事，我事先并不知情。父皇心意已决，我无力回天。你们先忍耐一时，等我慢慢周旋。多谢殿下，臣有一事相求。北境那些新屯的田地和改良的农具，请殿下务必保住，那是我们多年心血，也是将来翻身的本钱。您放心，别的我或许做不了主，但要保住几块地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
南境山高水远，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我等你回来。你在京城要保护好自己，别再像在北境那样什么都冲在最前面。你也一样，南境瘴气重，记得随身带好驱瘴的药。保重。保重。将军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回城，校尉也有校尉的活法，只要人还在，就总有翻盘的一天。小莲，将军，奴婢回了趟苏家老宅。老太爷从前住的那间书房，地窖里有个暗格，奴婢在暗格里找到了这个。这本账册足够让他死10次。那您是不是可以拿这个去告发他？现在还不行，我已经被夺了兵权，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份账册一旦现在拿出来，只会被他反咬一口，说是伪造的。我需要时间，需要足够的人证物证，形成一条完整的锁链。小莲，辛苦你了。从今天起，别回老宅了，跟着我。我不再是将军了，但绝不会让你们跟着我挨饿。奴婢不怕吃苦，只要能跟着小姐。将军，您真要在这儿种地？我现在是校尉，没有实职，朝廷不发粮饷，总得自己谋生。而且这个庄子位置好，四通八达，方便接应南边来的人。您是想把这里做成一个联络点？沈爷在南境，我在京城，我们需要一条秘密的通信渠道。这个庄子就是转站。北境的兄弟们都很想念您。末将虽然代理军务，但心里清楚，他们服的是您，不是我。只要您一声令下，弟兄们随时……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回去后什么都不要做，只需办好一件事：暗中看住账册上的军中官吏，不要打草惊蛇，监视他们每天见了什么人，送了什么东西。末将明白。小姐，您把这些账目都拆开了，将来怎么拼起来啊？我的脑子里记在这里的东西，谁也偷不走。谁啊？奉丞相府之命，查看附近新搬来的人家。你就是新搬来的那个校尉，一个女的，怎么住到这种地方来？在下苏婉，因公务留在京城，暂时在此落脚，种几亩地，糊口而已。哼，种地？堂堂校尉种地，怕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校尉也是人，也要吃饭。再者说，朝廷又没有规定校尉不能种地。小姐，他们会不会经常来？会，但只要我们不露出破绽，他们就抓不到把柄。去睡吧，明天还要翻地。3年前，有一批来自南境的甄嬛珠宝，以贡品之名送入丞相府，但入库清单与皇帝收到的贡品名录完全不符。那批珠宝真正的主人是南方一个已经覆灭的藩王。贾似道不仅贪污军饷，还与意图谋反的藩王有过勾结。这根线一旦查实，足够让丞相府满门抄斩。陛下，老臣昨夜截获一封密信，是苏婉与3年前伏法的靖南王余党勾结的往来书信。信中提到，他欲借北境屯田之变，私蓄兵马，伺机而动。陛下若不信，可传信中所设之人上堂对阵。苏婉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陛下，这封信是伪造的。臣从未与靖南王余党有过任何往来。臣若真想谋反，白狼关血战时便可与蛮族合兵南下，何必等到今日？这正是你的高明之处。先以战功博取信任，再暗中布局。若非及时发现，只怕他日你兵临城下，陛下还被蒙在鼓里。苏婉，朕给过你机会，但你太让朕失望了。传朕旨意，苏婉即日起削去所有官职爵位，贬为庶人，即刻离京，无旨不得回京。父皇，此事疑点甚多，请父皇三思。
苏婉若真有反心，岂会如此轻易留下书信证据？这分明是……够了！朕意已决，再有为苏婉求情者，同罪论处。臣领旨谢恩。小姐，不，将军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别再叫将军了，我现在是庶人，和你们一样。在奴婢心里，您永远都是将军。小姐，咱们去哪儿？回我来的地方。您是说那个当年您待过的破庄子？那里虽然穷，但也在慢慢好起来，而且那里离北京近，也能离沈爷也近一点。将军，末将无能，不能替您分辨分毫。别这么说，你们留在军中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我走之后，你们要保护好自己。账册上那些人，暂时不要动，等我回来。将军，您真的要走？这一去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你们好好活着，就是给我最大的支持。将军，这是兄弟们凑的一点盘缠，您别推辞。我们没什么本事，只能帮到这些了。保重。村长，那间老屋还空着，你们先住下，缺什么跟村里说一声。村长，这些钱您先收着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当年您帮咱村修的水渠，到现在还好用着呢，这点忙算什么？我回来了，从这里开始，也从这里重新开始。我已到南境，一切安好。闻你被贬，万分担忧。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接你。小姐，这地真能种东西吗？都荒了这么多年了，村里人都说这地太瘦，种啥都不长。地瘦是缺少养分，只要把土质改良了，就能种出东西来。土壤偏酸，需要湿草木回中和。有机质不够，可以用沤肥和绿肥来补。只要伺候得当，这块地明年就能变成良田。苏姑娘，你说的这些法子当真管用？村长，您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1个月后这块地上会长出青菜，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真长出来了，而且长得比咱家那好地量的还壮实。苏姑娘，您这到底施了什么肥？教教我们呗。其实没什么秘诀，就是草木灰中和酸土，沤肥增加地力，再加上芹茶草、芹椒水。大家想学的话，明天开始我可以教大家。苏姑娘，您真是咱们村的福星啊！村长别这么说，我在这里落脚也要靠大家帮衬，大家互相帮衬，日子才能越过越好。小姐，您在画什么？你看，村子东边是山，西边是河，只有南北2条路进出。如果遇到外敌入侵，这2条路是最容易被堵死的。小姐，咱们这穷乡僻壤的，怎么会有外敌来？蛮族虽然刚刚大败，但元气未伤。北境那么大，总会有溃兵流窜过来。而且，我总觉得边境不会太平太久。小莲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你帮我在村里挑几个身体壮实、信得过的年轻人，每天傍晚收工后，我教他们一些防身的功夫。小姐，您是要练兵？算不上练兵，就是让大家学点自保的本事，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，也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。今天我先教大家最简单的东西，怎么在摔倒的时候保护自己，不被敌人一刀砍死。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求生技巧。大家轮流来，不要怕摔。在这片打谷场上摔多了，上了真正的战场，才能保住命。手抬高，侧身，对。
将军，蛮族前锋2万，已经突破了边境防线，正朝这个方向来了。苏姑娘，刚收到的消息，蛮族前锋2万人已经从北面过来了，距离咱们村不到半天路程。大家听我说，蛮族骑兵日行100里，你们拖家带口跑得再快，能跑得过战马吗？逃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但如果我们留下来，利用村里的地形和他们周旋，也许还能拖到援军到来。可我们只有锄头和菜刀，怎么跟蛮族打？打仗不只看兵器，我们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他们不熟，只要利用好这个优势，就有机会。我知道你们害怕，我也怕，但怕没有用。我们现在唯一的活路，就是按我说的做。我苏婉在此立誓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会让蛮族踏过这座村庄。苏姑娘，我们听你的。小姐，咱们这点人真的能挡住蛮族吗？挡不住，我们的目的是拖住他们。而且，蛮族不知道村里有多少人，他们看到陷阱和抵抗，会以为这里有驻军把守。只要他们犹豫，我们就赢了。等我命令，放进到50步再射。第一轮只射马，不射人，马倒了，他们就跑不快了。放箭！这只是试探。再撑1个时辰，1个时辰后，就算我们守不住，援军也应该到了。援军到了，打开栅栏，跟我冲出去！蛮族前锋2万余人，在青州边境被阻3日，未能前进一步。待我朝援军抵达时，蛮族已士气低落，被我援军一举击退，斩杀蛮族3000余人，俘虏5000。余部仓皇北逃，而那个拖住蛮族3天的人是庶人苏婉。他凭借300村民，利用地形和陷阱，成功的让蛮族以为村庄有大军驻守，从而为我军争取到了宝贵的调兵时间。父皇，苏婉虽有前罪，但此次以300村民阻敌2万，救青州百姓于水火，其功不可没。儿臣以为，功过应当分明。传朕旨意，恢复苏婉昭武校尉之职。召他即刻入京，朕要亲自见他。陛下召我入京，是赏我，还是在贬我？真没想到，你会以这种方式再回到朕面前。臣虽被贬为庶人，但大梁疆土有难，臣不能坐视不理。你以300村民阻敌2万，为朝廷争取3日时间，这份功劳朕不能视而不见。不过你也曾手握重兵，权倾一方，朕可以恢复你的官职，但你也要明白一个道理。陛下请讲。永远不要让你的功劳变成你的资本。朕可以给你兵权，也可以随时收回，你明白吗？臣明白。臣所求从来不是兵权，而是大梁的安定。传朕旨意，恢复苏皖镇北侯爵位，官罢中武将军，即日起统领北境军务。臣领旨谢恩。
末将等恭迎将军归来。我就知道将军一定会回来的。北境的弟兄们要是知道您回来了，准得高兴的翻跟头。都起来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。我们不辛苦，辛苦的是将军您。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北境的防线重新筑起来，比以前更坚固。沈将军呢？可有他的消息？正要跟您说，沈将军在南境接到调令，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。走，回营。你瘦了。你也是。恭迎沈将军回营。恭迎沈将军。狼烟再起，蛮族重整兵力再度来袭。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你果然一直在准备。蛮族8万，分3路，中路5万直扑黑水城，左路2万绕道包包我军后路，右路1万截断朝廷援军。咱们现在只有1万人，正面硬扛就是送死。这个布局比白狼关那次更老了，不硬扛，我们只打中路。中路有5万人，是我们兵力的5倍。我知道，但中路是蛮族主力，只要击溃中路，左右2路自然瓦解。而且，我有一样新东西。这是火炮，很早之前我就安排人在秘密研究打造，一共12门。这东西管用吗？管不管用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但我的计划不只靠火炮，骑兵2路迂回，火炮正面轰击，3面夹击，让蛮族首尾不能相顾。这个战术关键在于时机。火炮打响的那一刻，2路骑兵必须同时发起冲锋，不能早一步，也不能晚一步。所以，左路骑兵由你亲自率领，右路交给我，赵勇留守中军，负责火炮。末将领命。点火，放炮，放！第3轮，放！蛮族首领已死，降者免死。将军，清点完毕，蛮族阵亡3万余，俘虏2万，余部溃散北逃，我军伤亡不足1000人。仗打完了，接下来该回京算账了。来，苏将军，
开门，我有钥匙入宫面圣。将军，这个时辰宫门已经下药了。镇北侯沈烨有紧急军情面呈陛下。我先进宫面圣，呈上证据。你带人去丞相府周围，把所有出入口都看住，等我的信号。什么信号？一支火箭射向丞相府方向，看到火箭立刻封锁府门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明白。苏婉，你不是在北京？臣有紧急军情和重大证据呈报陛下，请陛下过目。这是从哪里来的？第1封至第7封是从蛮族首领的帅帐中搜出的，信上有贾四时的亲笔签名和丞相府的私印，内容是贾四长与蛮族约定，由他从中做手脚，修剪北境军粮，削弱边防，换取蛮族在适当时机南侵，制造混乱，借机拥立靖南王余孽复位。这本账册是臣从苏家老宅中找到的，由先祖父留下，其中详细记录了贾似道20年来贪污军饷、克扣粮草的每一笔账目，以及与蛮族秘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。李德福，老奴在。传朕旨意，即刻查封丞相府，所有贾氏族人不得离京。卓敬军统领率人前往丞相府，将贾似药拿来见朕。遵旨。陛下，臣请随禁军一同前往。去吧，但朕要活的。臣明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家丞相正在宴客。奉陛下旨意，查封丞相府，所有人不得走动。苏将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贾思德，你勾结蛮族贪污军饷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。奉陛下旨日，查封丞相府，将你拿办。哈哈，证据？什么证据？苏婉，你以为凭你一面之词就能扳倒老夫？这是从蛮族首领帅诏中搜出的你亲笔写给蛮族的密信，这是先祖父留下的账册，记录了你20年来每一笔贪墨。贾思业，你还要狡辩吗？拿下！苏婉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朝中那些人不会让你好过。不劳费心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欠的债今天该了结了。贾似道，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可有话说？老臣要说的只有一句话，那些所谓的证据全是伪造的。苏婉拿来的那些书信、笔记虽像老臣的，但老臣在朝20年，模仿老臣笔记的人何止1两个？至于那本账册，更是荒谬。苏家的老太爷早已亡故多年，一本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旧账册，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编造的？苏将军，你恨老臣，这老臣明白，但你要构陷当朝宰相，总该拿出些真材实料吧？几封来路不明的信，一本不知真假的账猜，这就想定老臣的罪？丞相大人说的有理，书信可以模仿，账册可以伪造，那如果我请一个活人来作证呢？陛下，臣请求传唤一名证人，此人乃是蛮族降将，在黑水河1役中被俘。他是蛮族左谷离王，主管与外部的秘密联络。他手中有贾似药与蛮族往来的完整记录。传。阿史那，你认识此人吗？认识，他是你们南人的丞相。3年前的秋天，在边境的狼牙口，我亲眼见过他。那天夜里，他带人渡过黑水河，来到我们的大营，见了大王子，谈了整整1夜。他答应削减你们北境的军粮作为交换，我们大王子答应在适当时机南侵，帮他清理朝中的敌人。后来他每隔3个月就派人送一封信到边境，由一个叫刘裕的人转交，信里写着你们北境的兵力部署和粮草库存。我们大王子根据这些情报制定了南侵的计划。这里面是大光子让我保存的几件信物，有他写给我们的回信底稿，有他送来的一块私人玉佩，还有一份他亲手画的北境以兵力部署图。贾似道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
陛下，老臣是被冤枉的。贾似道，你通敌卖国20年，害死了多少边关将士，害苦了多少百姓？今天你欠的债该还了。贾似陶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，不容狡辩，着即交付三司会审，择日宣判。所有贾氏族人即日起不得离京，听候发落，退朝。贾似独倒台，他留下的党羽和烂摊子还要逐一清理。苏启明和王氏在这场风暴中又当如何？当年苏家遗弃我的真相，也该有一个了断了。这灵芝之情，你不该来的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，我要亲眼看着他死，不是为了报仇，是为了结。那些因为他的贪婪而死去的边关将士，可以安息了。父亲，不，苏启明，你欠我的我已经不在乎了，后会无期。施主就是苏将军吧？里面那位是您的母亲？算是吧。明月，明月回来了！明月，别走，不要离开母亲！你好好活着吧。走吧，都了结了。奸臣已除，但大梁的病根还在，朕需要你来治。要做的不只是打倒一个奸臣，而是要让整个大梁从根本上强大起来。臣拟了一份全国军屯改革方略，请陛下预览。臣在北境推行军屯3年，已见成效。北境军营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，士兵战斗力不降反升。臣建议将此制推广至全国，各大营均设屯田司，士兵农忙时种地，农闲时操练，每营划拨固定田亩，由朝廷统一调配粮种和农具。苏将军，全国军屯涉及的土地、人力、物力极大，况且各地土质址、气候不同，北境的法子不必适用于南方。大人说的对，所以臣在方略上标注了各地的差异，北方种麦，南方种稻，西境种耐旱作物。臣还从民间收集了几种高产作物，耐旱、耐寒，产量是普通粮食的3到5倍。若能在全国推广，3年内，大梁的粮食总产量至少翻一番。产量翻一番？是，臣愿意立下军令状，3年为期，若产量不达标，臣甘愿受罚。准。若苏婉全权负责全国军屯改革，户部、兵部协同办理，所需经费从查抄丞相府的赃款中拨付。遵旨。臣谢陛下隆恩。小姐，您要建的这个耕战学堂到底是什么？耕战学堂就是一边学种地一边学打仗的地方，但不止如此，还要学识字、学算术、学医术、学工程。只要愿意学的人，不论男女，不论出身，都可以来。不论男女，女子也能入学。小莲，你跟着我这么多年，见过多少女子因为没有本事，只能任人欺负？如果女子也能读书识字，学一门手艺，至少能保护自己，甚至保护别人。俺们听说这里要开学堂，不要钱的那种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只要你们愿意学，管吃管住，还发笔墨。你们来到这里，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出身，你们来到这里，是因为你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要学会2样东西：怎么让土地长出粮食，怎么保护这片土地不被外人夺走。学会种地，你们就永远不会饿死；学会打仗，你们就永远不会被人欺负。有人问我，为什么女子也能入学？这世上不该规定说，女子就该一辈子困在后宅里任人摆布。你们和男子一样，有手有脚有脑子，你们学的每一样东西，都是在给自己挣一份自由。你知道吗？我打了那么多年仗，从来都是打完了走，走了再打，从来没有想过打仗之外还可以这样做事。打仗解决一时的问题，种地办学教人解决的是一世的问题。
你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了不起。女子入学有违纲常。将军，北边来了3个人，举着白旗，看样子是蛮族使者。带他们进来，不要为难他们，以礼相待。尊敬的苏将军，我是蛮族新任大汗拓跋宏的特使，大汗命我带来这封降状，请求面呈大梁皇帝陛下。你家大汗为何突然决定称臣？将军，您在黑水河一战中杀死了我们的大军主帅，8万大军溃不成兵。大汗说他不怕死，但他不能让整个族人为他陪葬。而且大汗说他见过太多男人的将军只会用刀剑说话，但您不一样，您不仅会打仗，还会种地。您让土地长出粮食，让士兵吃饱饭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诸位爱卿，蛮族主动称臣纳贡，这是我大梁开国以来的头一遭。苏将军居功至伟，此乃陛下洪福将士舍命，非臣一人之功。你不必过谦。不过朕想听听你的意见，蛮族的降表，你觉得该不该接受？陛下，臣建议接受。蛮族此番是真心归降，而非权宜之计。原因有3：其一，他们主力已灭，10年内无力再战；其二，今年草原大雪，他们的牛羊冻死无数，若不与我朝通商，族人将面临饥荒；其三，新任大汗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与其与我朝为敌，不如互通有无，互利共赢。臣建议在接受降笔邀的同时提个条件，护士必须设在我朝指定的边境城镇，由我朝官员监管，蛮族不得擅自深入内地。准。苏婉，朕命你为代表，接受蛮族降表，并主持受降仪式。臣领旨。蛮族大汗拓跋宏向大梁皇帝陛下称臣，自今而后，蛮族永为大梁藩属，绝不背盟。大梁皇帝陛下仁德广布，接受蛮族归降。自今日起，开放黑水城、雁门关2处护市，允许2族百姓通商贸易。大梁与蛮族永息干戈。苏将军，我家大汗让我转告您。请说。大汗说，你们男人最厉害的不是刀剑，而是让土地长出更多粮食的人。你说的对，能让天下百姓都吃饱的人才是最厉害的。北京平定了，从今天起，这片土地上不会再有战火，你做到了。我们都做到了。这个苏婉真是了不起，是时候了，该让他和沈烨有个名分了。皇帝，苏婉和沈烨的事，你打算拖到什么时候？母后，这事朕自有安排。你有什么安排？先是赐婚，人家不答应，然后又把人家拆散，一个贬为庶人，一个发配南境，折腾了这么久，边疆倒是平了，可你让2个年轻人受了多少委屈？皇帝，苏婉为大梁出生入死，打退了蛮族，扳倒了奸臣，还办了学堂教化百姓。沈烨也是替你守了10年边关，差点把命搭进去。他们2个互相扶持走到今天，你不该再从中作梗了。母后说的是，朕确实亏欠他们。那就下旨，这一次不是你赐婚，是哀家赐婚。儿臣遵命。苏将军，太后懿旨到。奉太后懿旨，中武将军苏婉忠勇无双，功在社稷。镇北侯沈烨国之著述，威震边疆，2人珠联璧合，天作之合。特赐婚苏婉与沈烨，则即日完婚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臣谢太后恩典。小姐，太后赐婚了，您和沈将军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赐婚的消息传遍京城，百姓奔走相告。曾经被贬为庶人的女将军，如今要嫁给镇北侯，这比任何话本子都要精彩。而沈府的下人已经忙得脚不沾地，大婚的日子就定在10天之后。小姐，您今天真好看，比平时好看100倍，不，1000倍。你的意思，我平时不好看？
不是，小姐平时也好看，但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是您的大喜日子。小姐，大婚之日，您佩剑。嫁衣是太后的恩典，佩剑是我自己的。将军的剑，只有我自己能决定什么时候放下。快看快看，那就是苏将军穿着嫁衣的那个。他腰上怎么还挂着把剑？那可是苏将军，别说佩剑了，就是分把锤头也没人敢说什么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从今以后，我护你一生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一起护这片天下。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。我也是。你真的打算一辈子配着这把剑？等天下太平了，我就放下。到那时候，我只想种地。好，等天下太平了，我陪你种地。相师，位列3公，这个位置历朝历代从没有给过女子。我知道。你怎么想？从前我身上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唯一有的就是一身的本事和一颗不想认命的心。相师这个位置不是我要的，但如果我能坐在那个位置上，就能做更多的事，让更多的人吃饱饭，让更多的女子有学可上，让更多的寒门子弟有路可走。那就去，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朕的密旨你看过了？臣看过了。朕说过，只想听你一个人的答案，你愿意吗？陛下，臣有一个问题。你说。陛下封臣为相师，是因为臣的功劳，还是因为臣的能力？如果是功劳，那陛下的封赏已经够多了；但如果是能力，那么臣愿意。不过臣要做的不只是种粮食和军屯，臣要改的是制度。臣想让每一个百姓都能靠自己的手活下去。朕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传旨，封中武将军苏婉为相师，位列3公，掌全国农政与军屯事务，即日起生效。臣领旨。中武将军苏婉自入仕以来，战功赫赫，屯田有方，兴办学堂，教化百姓，功在社稷，德配3公。今特封苏婉为相师，位列3公，掌全国农政与军屯事务。大梁史上第1位女相师苏婉接印。臣苏婉谢陛下隆恩，臣必以毕生之力为大梁耕战安邦，不负圣恩，不负苍生。恭贺相师！相师大人，今天起你的官比我大了。怎么，镇北侯不服？服，心服口服。还有很多事要做。一起做。苏婉封相师的消息传遍全国，各地州府纷纷上书，请求相师派人指导本地屯田和农业。而在所有奏折中，有一封格外特殊，它来自太子萧景，信中附有一份皇帝最近的脉案。太子的意思很明确，父皇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太久了。新皇登基之后，大梁的未来将全系于相师一身。你把未来10年的路都画出来了？不画出来，新皇登基后就没有方向可循，皇帝的身体撑不了多久了。太子告诉你的？陛下的帝王之术了得，太子也不遑多让，我们就是陛下给太子铺的路。都是为了天下百姓，方式不同罢了。沈烨，你帮我看看这个计划。第1年，推广高产作物至全国15州；第2年，修建南北漕运支线，打通粮道；第3年，每县设耕战学堂1所；第5年，扩建边防工事；第7年，训练100万民兵预备役；第10年，省事。苏婉，朕这辈子做过很多对的事，也做过不少错事，贬你、夷你，这些都是朕的错。但朕做过的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当初在刑场上没有让你死。你的计划朕准了，但朕有一个要求。小姐，你过来。苏婉，朕把大梁、把太子、把这片天下
都托付给你了，你答应朕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，你都要把这个计划走下去。臣答应陛下，10年之期，臣必不负所托。先帝遗诏，太子萧景仁厚贤明，即日起继承大统为帝。相师苏绾忠贞不二，才德兼备，受先帝托孤之重，为辅政大臣，辅佐新帝治理天下。钦此。相师，父皇把你托付给朕，也把朕托付给了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朕的左膀右臂，大梁的天下我们一起扛。臣必不负先帝所托，不负陛下所信。今日元旦大朝会，相师代朕宣读国策，百官静听。奉天承运，大梁新朝元年，相师苏绾奉旨宣读国策。第一，全国推行高产作物，3年内粮食产量翻番，5年内实现互有余粮。第二，修建南北漕运支线，打通15州粮道，使各地粮食可互通有无，不再依赖单一产区。第三，每县设耕战学堂1所，不论男女，不论出身，皆可入学，学农学武，识字算术学医。10年内，大梁识字率提升30%。第四，扩建边防工事，训练100万民兵预备役，平时为农，战时为兵，使大梁处处可守，人人能战。第五，开放边境互市，与蛮族西域各国通商贸易，以利养民，以商富国。相师所拟国策，朕已审阅批准。自今日起，大梁以耕养战、以战止战，10年为期，开创盛世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有人问我，这一路走来，值不值？我说，值。不是为了今天站在这里，是为了那些孩子能上学，为了那些百姓能吃饱饭，为了那些被遗弃的人能有一条活路。这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，只有不肯认命的人。